终于露脸了。他刚刚出来，小的暗中追查他另有一个藏身住处。他白天不出来，晚上才出来买点东西，而且他特别小心，随时提防有人跟踪。大人，该出手了吧？急什么？给我盯死他！就这么盯。为什么不当场逮捕他？报告夫人，小的有个疑惑一直未解，就是刘小芳，她明知道我们已经在租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她还是不肯离开租界呀。你的意思是？小的怀疑，她还是不死心，她还是要对付老爷子呀。哼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应该及早逮捕他才是啊。报告二夫人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老爷子的安全。至于那个刘小芳嘛，她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，手到擒来。我想现在不宜打草惊蛇，小的想把她幕后的主使者一并抓出来。哼，原来是这样。哼，这个刘小芳，我平常待她不薄，居然敢背叛我，可见她背后来头不小。我倒想知道是何方神圣。四爷，辛苦了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麻烦四爷，在下次行动之前通知我一声。杨某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叛徒。一定一定。严小蛮，有人要见你。来吧，跟我走。小蛮，你该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二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次来，是想告诉你，我娘她不是凶手。他告诉你的？是。他说你就信？那我怎么会在这巡捕房啊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反正我娘就不是凶手。当然了，你们是母子嘛，你当然应该相信他了。可是我问你，凶手不是你娘，还能有谁？好了，先别说这个事儿了。小蛮，我这次过来，是想倾尽全力的救你出去。我娘跟领事大人还有几位法官都熟，只要他肯出面，让他们网开一面，你就一定可以出狱的。我告诉你，既然我已经进了这巡捕房，我就不怕死。我这次的愿望其实很简单，要么我就昂首阔步的走出去，要么你们就判我绞刑好了。你们戴家的关系，你自己留着用吧。小蛮，小蛮，你骂得好，骂得对。我们戴家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是应该骂。但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我这次这么急的救你出去，是因为我希望你出狱的那一天，我可以在门口等着你。小蛮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我大哥没跟你提过这事情吧？他说过。那就好了。二少爷，小蛮，我知道，我在这个时候问这种话，实在是不合时宜的。但是你知道，我这个人就是急性子，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我不在乎你坐没坐过牢，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，我只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起。小蛮，你给我一个答案，回答我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告诉我，那个人是谁？我认不认识？啊？
那个人是你大哥，戴问天。问天哥，这些资料我越看越胆战心惊，心里一点胜算都没有。明天就要开庭了，你打算怎么替小蛮辩护啊？我们现在的确缺少强而有力的证据替小蛮翻案，所以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。一条路？哪条路啊？主攻猪捕头。主攻猪捕头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记得法律课上我们学过的毒果树理论吗？当然记得啊。毒果树理论就是说，如果果树有毒，那么结出来的果实也必然有毒。运用在法律上，就是说，如果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，那么连证据本身也是不合法的，所以不得采用，也不得作为呈堂证供。没错。所以只要能够证明猪捕头是通过刑求的手段非法取供，我们就可以推翻小蛮的那份口供了。可是，那不就得抓紧了猪捕头，穷追猛打？问天哥，猪捕头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万一我们把他惹急了，他反击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知道你说的这一点，但我还没有想到其他什么好办法。问天哥，难道你忘了他是怎么警告你的？你这是在挑战他作为执法人员的威信。如果你让他觉得你想毁他，那么他也会毁了你的。小霞，你说的这些我不是不明白，我也不想玉石俱焚，我只想让他知难而退。同样的，猪捕头在官场混了那么久，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明白的。问天哥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时间了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安排，传唤一些证人。君涛，君涛，你怎么来了？君涛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哦，我先去给君涛倒点水喝，你们先聊啊。里面说吧。我跟小蛮表白了，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的？他跟我说对不起，他不能接受我的这份感情。他跟我说，他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你，你为什么要一直骗我？你到底想隐瞒到什么时候？你要虚伪到什么时候？小蛮比你诚实多了，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可是你呢？你是真心喜欢小蛮吗？你要是真心喜欢他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大哥，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这次你又想使什么花招了？你要救小蛮，你到底是真心喜欢他，还是为了要赎罪呢？你要是真心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告诉他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？你要是为了要赎罪，为什么还要骗取他的感情？你根本没有资格爱他。对，我是没有资格爱他。你刚才说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我虚伪，我是一个伪君子，我甚至不敢面对他，告诉他杀人凶手就是我娘。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我早就想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小蛮喜欢我，信任我，甚至期待我能帮他无罪获释。其实我只要告诉他，杀人凶手是我娘，他就无罪了。俊涛，这对小蛮有多残忍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是我不能想，也不敢想，
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替他辩护，替他打赢这场官司。其实我早就想清楚了，官司一旦打赢了，我也就会失去他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的吗？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失去这份友谊。但是我希望你还能够有小蛮这个朋友。大哥，你不会想舍弃这段感情吧？你不要再问小蛮喜不喜欢我，这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于你怎么做。我跟小蛮真的不可能了，但是你可以。娘，听说你又跑出去了，我找小蛮去了。你找他做什么？娘，我想请您帮帮忙，可不可以让小蛮无罪获释啊？你在说什么呀？那丫头，打从进了戴家就对我充满了敌意。哎，她还老说我是毒害她弟妹的凶手，我凭什么帮她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不想让她成为咱们戴家的戴罪羔羊。你可以去找大娘，何必找我？娘，我知道你跟领事大人熟，又认识几位法官，只要您出面啊，这事情啊一定能摆平的。哼，这个事情啊万众瞩目，我可没那本事。娘，您不试试怎么会知道？您就试一试呗。这事情唯有仰赖您才会有转机。奇怪了，小蛮那个丫头跟我们非亲非故的，她还打伤过你，你干嘛要救她？你呀，就是烂好人瞎同情。我不是同情，我是要救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欢她。胡说些什么呀你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你怎么会喜欢那样的丫头啊？哎呦，喜欢就喜欢呗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娘，你就帮帮我救救她吧。你有没有搞错？她是个杀人犯。你明知道她不是的。哼，这全世界都知道她是。娘，所以才要请您还她清白。够了，那个野丫头一点都不适合你。再说他们家又没钱，日后对你没什么帮助。她那个女孩啊，就跟她名字一样，刁蛮的不得了。以后谁娶到她，谁活该倒大霉。娘，那是您对她的误解。行了，待会儿我会陪你爹参加一个宴会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我既不想听，也不想再讨论下去。总之，我不同意。娘。夫人，您就别生气了，真搞不懂，这小蛮有什么好的？二少爷怎么会看上他呢？幸亏夫人当机立断，让二少爷死了心，否则啊，那丫头是卖花女出身的，哪配得上二少爷呀？卖花女怎么样？出身不好又怎么样？难道你认为我配不上老爷？珠儿说错话了，真是该死，真是该死！珠儿真的没那个意思啊。
给我接戴庆豪老爷子家。喂，杨总管吗？我是朱捕头啊，请问今天晚上戴老爷子有什么行程啊？哎，哦，什么？上海商会？慢慢聊吧。你们聊。玩得开心啊！我是没了。干杯！您今天真漂亮。生意兴隆啊！干杯！是啊，哦，哎，这一座生意大小买多多少啊！是啊，来，上下联手啊！干杯！来，就是啊。啊，刘秘书啊，你好。走，我们去。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让开！哎，老爷子小心呐！哎呦！快追！是，小梅，你没事吧？二位没事吧？别害怕，跟我走。走。又失手了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杨叔，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个时候，你说去哪儿最安全呢？停车！请出示你的证件。后面那个是二夫人。别害怕，这里存放的都是顶级的食材，只有我有钥匙。你就踏踏实实的待在这儿，等我的指令。我的钱呢？你的钱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事成之后，一分也不会少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在这宅子里出手吧？好了，你就别问那么多，好好的待在这儿，等我的指令。老爷，二夫人，喝杯茶压压惊。好。朱捕头，今天幸亏你，老爷和二夫人才会平安无事。哪里？可我还不能感激你。我希望你能够在3天之内抓到刘小芳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请郭市长
命令警政厅接手。到时候，我看你巡捕房的面子往哪儿搁。夫人放心，这个刘小芳她是逃不掉的，小的一定在3日之内将她捉拿归案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让开！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还有这种人啊！现在到底怎么样啊？死丫头，我看你今天还是老实一点，否则我一枪毙了你。朱头四，你最好对我好一点。我觉得不会是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其实我上次能够逃走呢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万能钥匙。什么？如果你丢钥匙这种事情让那么多的记者知道的话，会不会不太好呢？少废话，押上去！开枪！朱大人，哪儿那么多事儿啊？死丫头，开枪！是。本案开始审理，请原告、检察官说明。经查，嫌犯严小蛮以剧毒砒霜毒害弟弟严小雷、妹妹严小玉，罪证确凿。经拘提后，嫌犯对其所犯罪行坦诚不讳。现在就请巡捕房朱捕头说明此案。朱捕头，请。庭上，罪犯严小蛮的确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行，他竟然用掺有砒霜的毒包子毒害自己的亲弟妹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啊？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令人发指，对所犯罪行毫无悔意，请庭上处以极刑，以匡正社会风气。现在，请被告律师说明。庭上，请允许本席上前询问我的当事人严小蛮。请吧。严小蛮，朱捕头刚才所说的是否属实？不，他说的全是谎话。我不是凶手，更不可能害死自己的弟弟妹妹。我就知道他不会承认的。肃静。戴律师继续。庭上，我可以借用一下那份口供吗？严小蛮，你说你无罪，那么这份朱捕头出示的口供是怎么回事？这最后一页的签名是你亲自画押的吧？是我画的押，没错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又不肯承认你是杀人凶手了呢？我当时根本搞不清楚状况，不明就里的。我画押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严小蛮，这事关你的生死，攸关你的清白。我想请你坦诚地说明，你是不清楚这份口供上的内容就画押了呢，还是因为当时并非出于你的自由意志，被迫画押？戴律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并非出于你的自由意志，而且请你坦诚地说明，你在巡捕房的时候是否遭到了非法逼供。哎，你说，抗议！这绝对是对原告不实的指控。肃静。抗议成立。戴律师，本人主持的法庭不允许危言耸听。庭上，本席绝非危言耸听，本席坚持就他是否遭到非法逼供的问题询问我的当事人，因为这事关法律的公正。好，你继续。谢谢庭上。严小蛮，请你立刻说明你在巡捕房的时候是否遭到非法逼供。行。当时我进巡捕房的时候，他们明明知道我是无辜的，还硬让我认罪。
我当然不肯了。于是他们就把我的养母才妈抓到巡捕房来，当着我的面对她用刑。所以，我只好认罪，只好画押。因为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他们就会当着我的面把才妈折磨死。那天行囚的人总共有4、5个，他们长的样子我全都记得。其中一位就是现在坐在这里的朱四。严小蛮，你胡说八道！庭上，您别听被告的狡辩之词，我没有行凶，我没有啊！肃静，肃静！夫人，起风了，小心着凉。我们还是回屋去吧，回屋等也是一样的。比起法庭内的消杀，这点风算什么？如果这风能吹回好消息，我宁愿在这儿吹着。庭上，对于朱捕头的控诉，本席可以理解。但是既然被告严小蛮已经正式地向法庭提出了控诉，我还想请庭上重视被告的供词。戴律师，你希望怎么做？说清楚。按照毒果树理论，巡捕房朱捕头等人对严小蛮的养母进行不法刑求、非法逼供，因而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呈堂证供。本席想援引毒果树理论，就被告之口供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具有证据力进行程序答辩。戴律师，我希望你不是为了替被告脱罪，这才可以提出程序问题，扰乱视听，否则你担心背上蔑视法庭以及诬告执法人员的罪名。庭上，本席既未蔑视法庭，也没有诬告巡捕房。你的证据在哪里？本席没有证据，但是我有11位证人。让他们进来。小蛮，你看谁来了？你的朋友、你的长辈、弟弟妹妹、才妈，他们都不曾忘记你。庭上，这11位证人的确都是被告的关系人，他们每一位都很清楚巡捕房的办事手法，有的被取缔过，有的被拘捕过。对于朱捕头办事的作风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哪一个先来？我来。我叫石金龙，是代驾护院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可这个朱捕头却天天犯我。庭上，我的证人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朱捕头刑求逼供的过程，本席也无需再说什么，请庭上明察。本庭宣布，本案择期再审。在审之前，需先判定严小蛮的口供是否具有证据力，是否足以作为呈堂证供。戴律师，我不喜欢意外，也不喜欢惊喜。今天，我只是暂时接受你的异议，但并不表示我已经接受了你的观点。光是靠着那些证人的证词，就想推翻严小蛮的口供，你的证据力肯定不够。庭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我要求你务必找出严小蛮的养母遭到刑求的直接证据，否则严小蛮的口供还是可以当作呈堂证供。庭上，我对你已经够客气的了，这件事用不着再讨论了，就这样吧。
大哥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你知道吧？你今天的表现可算是一鸣惊人。你没看到旁听席上大家的反应吗？全都在为你叫好。而且你今天已经说服了法官，我相信接下来你一定能打赢这场官司的。法庭上的辩护最讲究证据。本来我希望今天这一击能够让法官接受这一切，现在看来，他并不接受。他希望我能够拿出刑求的直接证据。你告诉我，我上哪儿去找？如果我有的话，岂不早就拿出来了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接下来你没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事情会这么严重。戴文天，你想整死我是不是？朱捕头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先去给您倒杯茶。哼。戴律师，你可真是不知好歹啊！我一心维护你母亲，维护你们戴家，甚至冒着失职的危险，把你们戴家的罪过掩饰得完美无缺。可是你呢？你给我耍阴的。好，我就舍命陪君子，陪你玩到底。接下来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！严小蛮隐藏身份，躲进你们戴家有多久了？不是1天2天了吧？知情不报，窝藏罪犯。戴律师，这种事情要是张扬出去的话，别说是你律师的资格，恐怕你还得进去吃牢饭。够了，朱捕头，你休想威胁到我大哥。这件事情上，你自己做的也有瑕疵。要不是你严刑逼供，事情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这件案子最大的瑕疵是什么？你们最清楚。你不应该把这个罪名扣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。严小蛮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苦苦相逼？哼，逼他的人不是我，逼他的人是你们戴家。哼，当初杨总管来求我的时候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嘴脸呢？哼，你们戴家为了自己，根本就不会在乎谁会做这个替死鬼。我从头到底就配合你们，你们倒打一耙，想置我于死地。你们这个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过河拆桥，兔死狗烹，你们卸磨杀驴呀！没关系，我认了。不过有一点，即使你真的做到了，就算你真的能让我下得了地狱，我也得拖着你，拖着你们戴家一起下地狱。朱捕头，不送了。问天哥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朱捕头会反击的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知道，不过他说的话，你们也不要全信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以为朱捕头只是放了狠话，不会这么做吧？朱四能当上捕头，说明他对法律的问题很清楚。他如果要拖戴家下水，就得揭发我娘的事情。如果这么一来的话，他受贿200块大洋的丑事就会被揭发出来。法律对于受贿这项罪名，恐怕要判个10几年吧。你以为他真想坐牢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不会拖戴家下水？其实，这就是他和我们戴家的一种恐怖平衡，谁都不会先去揭发，否则的话，只会两败俱伤。放心吧，戴家不会有事的。
可是问天哥，你说的是代价，那你自己呢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问天哥，你不要以为你装作若无其事就能瞒过我，其实这一切你早就算计过。你知道朱捕头不会冒着坐牢的危险采取两败俱伤的反击手段，所以代价不会有事的。可是你也知道，朱捕头必然会揭了你的伤疤，毁了你，这些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真不懂。原来我以为问天哥这么做，顶多会毁了他和小蛮之间的情谊。可是现在我才懂，原来你的大哥早就准备好坐牢，早就准备好丢掉律师资格。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救小蛮。为了救小蛮，你大哥早就已经豁出去了。问天，问天！这上面说令师非常生气，要下令彻查。天儿，我认为你这招险棋玩得有点过火。难道你就不怕朱捕头要反击吗？娘，你别担心，只要咱们打赢了这场官司，朱捕头他未必能怎么样。至于那毒包子的事件，我看他提都不敢提。这个我倒是不担心，毕竟他收了我们家的钱，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连。但是他也是一心想帮我们的，这样对他，我倒是有点过意不去。这个我也明白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知道你是想帮小蛮，可是，夫人，那个朱捕头的确也拿了戴家的钱，在替戴家办事。可是那笔钱只是让他封口的，又不是让他胡乱抓人来顶罪。大少爷这么做，其实是迫不得已，也是避免一错再错呀。你说的对，冬梅，我们不能一错再错，要不然付出代价的就是小蛮。天儿，恭喜你打了漂亮的一仗，娘非常欣慰。如果你亲生爹娘在世的话，看到你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忙了一天了，你该休息了。好。夫人，你等了一天，也该休息了。是啊，等了一天，心情也折腾了一整天。不过还好，没有白等，等到了一个好消息。走吧。娘，对不起，只怕天儿要让您失望了。快打！快打！小蛮，我问你，当初财妈遭到刑求之后，有没有就医？没有，我们家没钱，看不起医生。那也就是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验伤报告。没有。小蛮，你再仔细想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财妈是被刑求逼供的。我说岳小姐，需要什么证据啊？有财妈跟金龙哥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了。你怎么了？今天问天哥算是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可是对他自己来说，却是一场大败仗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早就猜到你会连累问天哥的，如今果然应验了。问天哥为了救你，不惜揭露巡捕房刑求逼供的事情，现在他把朱捕头给惹毛了。朱捕头要控告问天哥知情不报、窝藏逃犯的事情。等等，今天在法庭上是问天哥一直逼问我，说什么让我遭受刑求的事情。我以为想出了对付那猪头司的办法，我才说的呢。他当然想到办法了，而他的办法就是毁掉朱四，也毁掉自己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问天哥早就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？对，你现在终于满意了吧？你终于把问天哥拖下水了。不是的，岳小姐，我要是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我才不会说呢。
你当然不会知道，因为问天哥根本就没打算让你知道。其实你早就应该离开戴家，离开上海的，可是你偏偏就是不肯。你到底想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你是被冤枉的，证明你的弟弟妹妹是枉死的，还是你根本就是想证明问天哥是真心爱你的？小蛮，你太自私了。等到有一天问天哥被你害得丢掉律师资格，被你害得坐牢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，充其量就是一场悲剧。岳小姐，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但我不是你说的这种人。能不能请你帮我通知问天哥，就说我想见他，我会想办法阻止他这样做的。如果他还是不肯，我就当众解除对他的委托，拒绝他继续为我辩护，这样可以吗？已经太迟了。为什么？看清楚标题。这张新闻快报是我刚才在路上拿到的，现在路上人手一张。官司打到现在，朱捕头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，而他势必不会放过问天哥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岳小姐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做才能救问天哥呢？怎么办？你还能怎么办？你只会越帮越忙，你只会害死问天哥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将官司进行到底。而这场官司打到最后的结果，只有两个：要么你被判有罪，处以死刑；要么问天哥就得跟朱捕头一起下地狱。杨叔，小芳，今晚动手，我会在他的茶里下药，等他睡熟，过了午夜，我不会锁门，你摸到他的房间，用这个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在后门等你。等你离开了租界，我给钱，你走人。我真不懂，杀死戴老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懂的多着呢。别再问我放不放弃，也别再问我喜不喜欢小蛮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于你怎么做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小蛮，如果你真的想和他在一起的话，完全看你自己。我跟小蛮早就不可能了，但是你和小蛮这才开始。老爷，这杯安神茶是我亲手给您泡的。哦，好。
娘，我喜欢严小蛮，我要娶她为妻。你说什么？桃儿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你要娶严小蛮？爹，你没有听错，我喜欢她，我就要娶她。够了，你在胡扯什么？你说你喜欢严小蛮，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了。现在你还想娶她，你是疯了不成？娘，我就是喜欢她，我非娶她不可。胡扯，哪有非娶不可的？你是鬼迷心窍还是怎么了？我不能对不起小蛮吗？涛儿，你什么意思？孩子，你是什么时候对不起严小蛮的？这种事情怎么说啊？这种事，就算再不好说，你也得把话跟爹娘说清楚。你快说呀，把我们都给急死了！你非说不可。这，男人对不起女人的事情还能有什么？我说不出口。难道是那种事？二少爷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想再问一下，刚才您说对不起严小蛮，你的意思是你们两个已经……是啊，我们是已经……小蛮已经……对啊，她也已经……涛儿，你是说她已经怀孕了？是啊，她是怀孕了，怀了我的孩子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，是涛儿有事啊。涛儿，你看看你干了什么蠢事！涛儿，你是说严小蛮怀了你的孩子，怀了我们戴家的骨肉？对呀，严小蛮是怀了我的孩子，而且我就是要娶她，我非娶她不可。娘，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就终身不娶。涛儿，涛儿，快去看看！哎，快去！老爷，二少爷，这个结婚这种事，你可不能开玩笑啊！开玩笑？你觉得我像在开玩笑吗？可是，就算他很喜欢你，可他一直认为杀死他弟妹的就是二夫人，这弑亲之仇不共戴天，他怎么会跟你？这纯属是个意外。哎，意外？对呀，你想想，这男人碰上了女人，这不就是干柴烈火吗？那天我们俩又喝了点小酒，两个人喝多了，所以这意外就发生了。哎，那他事后没有怪你啊？怪我？他干嘛要怪我啊？他多么的喜欢我呀！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他那天去自首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当时没有想清楚嘛。再说了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严小蛮呢。他去自首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一切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就已经发生了。可是二少爷，我是怕你上了他的当啊。是他对你说她怀孕了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骗你呢？你说什么呢，杨总管？你把我当傻瓜呀？不是，这小蛮怀孕起码是1个月以上的事儿了啊？是吗？啊，我们该查证的查证，该比对的比对，反正一样都没有少。说到这件事情上，杨总管，我还有些地方对不起你呢。这怎么说？就是当时救财妈的时候嘛，我心急呀，我把她当做我未来的丈母娘，所以对你有不敬之处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二少爷，你真是性情中人。这件事情啊，我早就不记得了，你也别太在意啊。啊，没事。我就去安排珠儿给您放热水。好。哎呦。杨总管，老爷，二夫人，
怎么样，二少爷他怎么说？哦，我问过二少爷了，二少爷说，小门姑娘至少怀孕1个月以上了，而且该查证的事，二少爷一样都没少，都比对过了。是吗？那丫头真的怀了戴家的种了？恐怕是如此了。这孩子居然闯出这种祸来！涛儿也真是的，哪个女孩不好，偏要去招惹那个丫头。当初他说喜欢她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是一时好玩，没想到他居然当真了。喜欢人家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让人家怀孕，这孩子真不知道该是骂他好呢，还是夸他好。老爷，您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怀了我们戴家的孩子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！可是孩子的妈是严小蛮啊！所以才叫我头疼啊！如果是换了别的女人，只要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人，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把她娶进门就算了。可偏偏是严小蛮，这小蛮可是把我们戴家当成仇人啊！杨总管，你看这事情怎么办？我看，二少爷行事虽然鲁莽了些，可是木已成舟了，我们只能认了。认了？啊，这不认不行啊！戴家不能无后啊！再说二少爷脾气那么倔，日后他要是来个终身不娶，那戴家岂不是断了香火了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老爷，您的意思是，这肚子里面的孩子是要定了？要定了。这下可好，还非得把那丫头给救出来不可了。哎呀，真是一场灾难。那婚事呢？难不成你非要把那丫头给娶进门？这我还拿不定主意啊。杨总管，你说呢？我觉得救严小蛮跟保住她肚子里的孩子，然后再娶进门，这是两码事吧？你是说，只要孩子，不要媳妇儿？老爷夫人，要是你们不喜欢这个媳妇，我看可以跟二少爷再商量商量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小芳，小芳，小芳！快，抬走！哎呀，老爷，杨总管，干得好，干得好啊！哎呀，老爷，刚才我去盘点仓库，我突然看见刘小芳的皮包，我这才起了疑心啊。哎呀，这否则的话，不过老爷，您可真是福大命大呀！哎，这丫头怎么溜进咱们家的？是，关键的问题就是，
咱们家戒备森严，刘秘书是怎么会潜进我们家的呢？不管刘小芳是怎么潜入咱们戴家的，这都是我的不是。老爷，两位夫人，我请求辞去总管的职务，让我隐退山林吧。啊，杨总管，你不能走啊！这老爷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小梅她说的对，这个家要是少了你，那哪成啊？不错，刘秘书潜进咱们家，企图行刺老爷，是杨总管及时制止，才没有酿成大祸，这是大功一件。如果杨总管现在离开的话，我们日后怎么能够服众呢？杨总管，你一向对戴家忠心耿耿，现在除去我们家的心头大患，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你走呢？是啊。老爷，两位夫人，你们的话，我记着，我记着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那我好，就这样啊。不过事情到现在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没能从刘秘书的口中问出幕后的主使是谁。爹，天儿还得提醒您，如果今后您要外出的话，一定要倍加小心。我知道。问题是，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？实在是。老爷。爹，娘。涛儿，小蛮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孙子，也是咱们戴家的香火。你爹跟我都答应了，会全力救出小蛮的。娘，太好了！娘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同意我们结婚了？我们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你不想一想，小蛮一直认为戴家就是毒害他弟妹的凶手，日后怎么跟戴家相处啊？娘，这个你就别担心了，我呀以后会跟他慢慢解释，让他释怀的。你怎么解释啊？难道你要告诉他你大娘是凶手？这件事情当然不能告诉他了，但是我会用诚意打动他的。她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以后嫁入我们戴家，成了咱们戴家的媳妇儿，再成了孩子的娘，这件事情她也许会看淡的。涛儿，你太天真了。娘呢，希望你往远处看，啊，以后你可以娶像样的姑娘嘛。至于小蛮，只要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给咱们，戴家一定会给她一笔丰厚的钱，让她生活无忧。娘，这就是你的打算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我坚决不同意。你们想要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必须同意我娶她。住嘴！我绝对不同意。娘，涛儿，你不要以为仗着爹娘疼你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们是因为够宽大才认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娶那个丫头进门。小蛮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孩，我非她不娶。涛儿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哪懂得什么叫爱？外面姑娘多的是，何必单恋一枝花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呢，我跟你爹绝对不会答应。如果你真的想救小蛮的话，你就听我们的，否则你就看着那丫头受刑吧。你是拿她的性命来威胁我了？我们这是在保护你。你们不同意我娶她，我得不到你们的祝福。但是，我告诉你们，我非娶她不可！你别再吓我了，娘这回不上当了。涛儿，怎么了？你又发病了？哎呀，小梅呀，她涂白沫了，她不是装的。你看，涛儿，杨总管，快叫大夫来！二少爷发病的频率越来越高了，不是好事。目前的医疗技术
对于癫痫症全然束手无策。身为他的父母亲，你们比起别的父母只会格外辛苦，还得随时准备面对他的死亡。请。天哪，桃儿才18岁呀！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他得这种病？为什么？娘，我还没死，你哭什么呀？桃儿，桃儿，桃儿，你醒了。桃儿，你还好吗？没事了。爹，娘，王大夫跟你们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所以我从小就抱着单身主义，哪一个女人也不应该嫁给我。要是嫁给了我，她就倒霉。万一哪天我不在了，她还不得守活寡呀？桃儿，不许你这样说话。听我说完。哎，小心，慢点。桃儿，我的确不敢有结婚的念头，因为怕耽误了别人。可是直到我遇到了小蛮，她是那么的善良，让我产生了结婚的念头。娘，小蛮要是真的愿意嫁给我，当我的妻子，为我生孩子，就算哪一天我不在了，也还能为你们留下个孙子。桃儿，别说了，别再说了。桃儿，爹答应你。你答应什么？你不是要娶她吗？你就娶吧。真的吗？老爷，您真的答应了？唉，不答应，要是这孩子跟我们闹起别扭来，断了咱们家的香火，我可是承担不起呀。可是，好了，别可是了，就当做养儿子是来讨债的，咱们前辈子欠他的债。桃儿，爹再说一次，听清楚，爹答应你了。爹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是我逼你的。